比比东成神之谜。千道流身为99级的绝世斗罗，但他依然看不透比比东。在斗罗里面的设定，比比东是一个很有野心、善于隐忍的人。他的成神之路相当神秘，而且还隐藏得非常深，连千道流都无法用精神力去探知他在干什么。当初千寻疾死后不久，千道流就发觉到儿子是死在比比东手里的。那时候千道流之所以不杀比比东，第一是因为他已经诞下了自己的孙女千仞雪，第二点就是在他身上感应到了神的气息，也就是说比比东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神位传承，加上他天赋极高，心智极强，他的实力自然是十分强悍，千道流要想彻底击杀他，显然有一定难度。所以千道流选择了隐忍，他先是支持比比东掌管武魂殿，自己则是倾尽全力助千仞雪尽快成神。待孙女成神后，武魂殿再从比比东手里夺回来也不难。到时比比东杀死千寻疾的账再一并交给千仞雪去定夺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千道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孙女能成为最后的赢家。不过他的计划却被唐三打破，千仞雪虽然是最先成神的，可他又一次放过了唐三。唐三因为他的放水，顺利地继承了海神神位，比比东则趁着这两位神仙打架的空暇时间，秘密地传承了罗刹神位。比比东的成神之路不像唐三和千仞雪那样，他既没有人引导，也没有人献祭，然而他在短短20年的时间，就在千道流的眼皮底下修炼成神，这也与他的罗刹秘境密不可分。比比东年轻的时候，虽然他天赋异禀，拥有双生武魂，但那时候他并不渴望力量，更多的心思是花在与大师的感情上，甚至表示为了能和大师在一起，甘愿脱离武魂殿。于是惜才的千寻疾便以侵犯比比东的方式留下了他，这也让比比东怀上了千仞雪。不过此次事件导致比比东彻底黑化，在千寻疾受到唐昊重创后，比比东便趁着他伤势未愈之际将他击杀，并吞噬了他的魂力。这也让比比东获得了罗刹神的认可，因为千寻疾是天使一脉，而罗刹神与天使神又是对立关系，他杀掉了天使后裔，自然会获得罗刹神的好感。从此比比东成功地开启了罗刹秘境，在这里连绝世斗罗的千道流都探测不到。随着罗刹秘境的开启，比比东的心智逐渐开始被邪恶吞噬，变得越来越心狠手辣。这里的修炼手法基本上是靠吞噬其他魂师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自从他当上了武魂殿的教皇以后，被他吞噬的人可不止千寻疾一个，当然其中还包括许多他的反对者。比比东曾经还想对菊斗罗和鬼斗罗下手，只不过因为身边的可用之人不多，不然他早就在暗地里把他俩给办了。毕竟这二人办事效率不高，还经常搞砸自己的计划。他的这种吞噬的修炼方法与深海魔晶王类似，深海魔晶王也是通过不断的吞噬其他魂兽，从而将自身修为提升至接近100万年的地步，可见吞噬的修炼方式可以让人快速的提升修为。其实比比东应该是最先接受神位传承的，罗刹秘境开启的那刻就开始了，可他没有像波塞西和千道流这样的领路人，加上他还有武魂殿的诸多事务要处理，这无疑拖慢了他成神的节奏。当然还有个重要的点，就是他的双生武魂，他的第二武魂一直有2个空位，因为他追求完美，想要获取2枚10万年魂环来补全第二武魂，可在他的考验中似乎没有神赐魂环，也没有提升魂环年限的奖励，所以只能去星斗大森林猎杀大明和2明。但后来他的猎杀行动失败，还便宜了唐三。在千仞雪和唐三成神之后，他无奈只能去吸收2枚万年魂环，这才让他完成了最后的考验成神。如果没有这次猎杀意外的话，比比东很有可能会最先成神。